时隔5天，以色列的反击终于来了。美国媒体报道，以军对伊朗境内7处目标发起军事打击。挪威狙击俄罗斯，北极地区将成为俄罗斯与北约另一个冲突场所。俄军12枚 ATACMS 导弹突袭克里米亚战科伊机场，俄军 S-400 为何没有将其拦截？全势号出现严重故障，黄蜂号延迟部署，美国海军这是怎么了？为了加快 F-35 Block 4的升级速度，美军计划缩减一部分不必要的性能。改动后的 Block 4还具备哪些功能呢？4月19日，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朗伊斯法罕地区、叙利亚南部苏韦达省、伊拉克巴格达地区和巴伦比省传出爆炸声。同一天，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向该媒体证实，以色列导弹击中了伊朗境内的一处目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9日报道，伊朗法罕机场和谢卡里空军基地附近都听到了爆炸声。不过，伊朗电视台称，伊朗全国各地的爆炸声其来源为伊朗防空系统对可疑无人机目标进行拦截。据黎巴嫩媒体的报道，伊朗防空部队在伊斯法罕上空拦截了大约5个目标，地面上没有任何爆炸。伊朗伊斯法罕及其周边地区有多个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设施，不过袭击事件发生后，该地区的核设施没有受到损伤。就以色列的态度来看，核设施并不是最终目标。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也报道，有军方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此次袭击是有限的，就跟火力军之前说的一样，点到为止。以军空袭的目标大概是伊斯法罕空军机场内的伊朗空军第8战术空军基地，该基地包含多个 F-14熊猫战斗机中队。此外，叙利亚与伊拉克也遭遇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伊拉克摩苏尔省与阿尔比勒省上空出现大量战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宣布，其所有基地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以伊之间的冲突再次加剧，具体会如何发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4月17日，挪威武装部队司令埃里克·克里斯托弗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可能会从北部高地对北约发动袭击，所以北约国家需要在北部地区投入足够的资金，用来防御俄罗斯可能的袭击。近年来，俄罗斯一直在北极进行军事部署。去年7月份，俄罗斯海军北方舰队计划组建一个多兵种合成集团军，主要应对俄罗斯北部边界地区，同时还在北极地区新建和翻新包括军事基地、机场以及深水港等在内的数个军事设施。另外，俄罗斯还计划在北方海路附近修建无人机基地。这种举动不仅显示出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战略重视，更是预示着北约地区的安全格局可能迎来新的变化。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挑战，美国同样在加强北约的军事存在。在去年，美国与瑞典、芬兰签订防务协议，允许美国进入芬兰的15个军事基地。在2021年，美国还曾与挪威签署此类协议，允许美国自由进入和使用4个军事基地。另外，美国空军在挪威部署了4架 BLB， 实现了在北极地区的首次战略轰炸机部署。2022年，美国陆军又重启了驻扎在阿拉斯加的第11空降师，专门从事北极作战任务。在2023年，美国空军又将可携带核武器的 F-3V 战机部署在格陵兰岛图勒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位于北极圈以内，是美军最北端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开始修建无人机基地。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已经决定利用 PSA 与 Forpost 系列无人机来覆盖北方海路。这些无人机具备长时间制空侦察的能力，同时还拥有攻击能力。按照俄罗斯规划，这些无人机的任务包括监控该区域的海空情况，并参与搜救行动。为了部署这些无人机，俄罗斯计划在勘察加半岛和北方海路沿线建立一系列配备完善基础设施的基地站。从当前局势来看，俄罗斯与北约都在北极周边修建大量军事基地。随着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态势升级，北极地区可能将成为俄罗斯与北约的另一个冲突场所。俄乌战场之上，12枚 ATACMS 导弹袭击克里米亚战科伊机场，俄空天军遭受严重损失。4月17日凌晨，乌克兰发射12枚导弹，成功袭击克里米亚的战科伊机场，设备和建筑均遭到破坏。NASA 的火情监测中心检测到该基地有6处着火。战科伊机场距离乌俄前线170公里。俄空天军第4航空军的第39直升机团以及俄罗斯南方军区司令部下辖的3个航空中队都驻扎在战科伊机场。
此前一周，俄军在战科一机场停放了10架米28直升机、2架卡52、4架苏25战机，周边还部署了 S300、S400。乌军使用的导弹极有可能是 ATACMS。导弹从赫尔松发射，共发射了2波，一波7枚，一波5枚。结果俄军的 S400完全没起到作用，防空部队也没能及时做出反应，机场遭遇严重损失。虽然俄军并没有报告具体损失，但是当地人声称，袭击发生5小时后，仍然能听到2次爆炸声。就当前已知的消息来看，俄军的 S400与多架直升机被摧毁，甚至还有消息说，俄军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库被击中。俄罗斯空天军第18防空导弹团第4防空导弹营指挥所区域也发生了严重爆炸。根据电报频道克里米亚之风的消息，乌军2枚 ATACMS 导弹击中了位于战科一的 S400修理中心，一共摧毁了3个 S400发射器、1个 S400雷达、2个 S300发射器。此外，自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战科一机场就成为俄军的后勤中心，储存着大量装备和弹药。所以在这次袭击中， S300与 S400的弹药仓库也被击中，只是由于克里米亚上空的云层较厚，无法通过卫星照片验证，上述数据还有待确认。不过就爆炸时间与起火地点来看，损失惨重是肯定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俄军的防空系统为何没有拦住 ATACMS 导弹呢？一定程度上来说， ATACMS 导弹其实比风暴阴影更强。英国的风暴阴影与法国的斯卡普一记更适合打击指挥所、弹药库之类的目标，而 ATACMS 导弹对机场造成的伤害更大，并且更难以被拦截。美国援乌的 ATACMS 导弹射程被压缩到190公里左右，但威力更强。乌版 ATACMS 换装了集束弹头，在打击机场、军营、仓库等目标时，造成的毁伤效果更好。根据乌军发布的战报， ATACMS 导弹在去年刚抵达乌克兰就被乌军拿来打击俄军机场。10月17日晚上发射了2枚，在10月18日白天又发射了数枚。俄军被袭击的2座机场分别位于比尔江斯克和卢甘斯克。被 ATACMS 导弹摧毁的俄军装备包括9架直升机、1台铠甲防空导弹、数个弹药库和机场跑道。这次战科一机场被12枚 ATACMS 导弹袭击，损失也不会小。而俄军想要反制 ATACMS 导弹也没那么简单。ATACMS 导弹由海马斯发射，隐蔽性极强，乌军可以使用海马斯在丛林发射，随后迅速转移，也就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乌俄战场的情况已经说明，俄军没有找到对付海马斯的办法，只能将指挥所、弹药库之类的重要目标不断向后转移。一旦 ATACMS 导弹没能在发射前被拦截，那么俄军挨打的概率就很高了。ATACMS 导弹的射程很远，虽然其飞行过程全部在大气层内，但是 ATACMS 导弹可以在飞行过程中进行机动变轨，以规避防空导弹系统的拦截。加上 3.5 马赫的速度，俄军的防空系统想要拦截 ATACMS 导弹，就必须要有非常快的反应速度。只是很明显 S400 没有这个能力，要不然也不会被 ATACMS 导弹频繁摧毁。2023年10月份的时候，2枚 ATACMS 导弹摧毁3套 S400， 可不是说说而已。除此之外，美国 ATACMS 导弹的价格也不贵，只有风暴阴影的1半左右，而且美国可以援乌的量很大。ATACMS 导弹是有保质期的，美国即将过期或者已经过期的导弹大概有1000枚，而处理过期导弹也是要收费的。美国与其花钱销毁，不如援助给乌克兰。至于美国是否会援乌的问题，就要看这次投票的结果了。近几个月以来，乌军加大了对克里米亚的袭击力度，目标包括黑海舰队、机场和军事基地等等，目的就是削弱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军事力量，为后续发起更大的攻击以及摧毁克什大桥做准备。根据路透社报道，俄本土石化产业的产能正在逐渐恢复。4月15日，路透社报道，自今年年初以来，乌军无人机打击俄本土的炼油厂之后，俄罗斯已经开始进行修复工作。原先因为袭击而停摆的产能已经恢复了近1/3。根据路透社的计算，俄罗斯的原油精炼能力从之前的每天减产90万7千桶，恢复至每天减产66万桶。乌军的打击成果开始降低，预计俄罗斯4月份的累计原油精炼能力将达到440吨，比3月份的410吨有所增加。俄罗斯原油精炼能力恢复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乌军减少了对俄本土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自4月2日俄罗斯 TNECO 炼油厂遇袭以来，这2周还没有关于乌军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报告。同时，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的 RYAZN 炼油厂也已经将主要原油精炼设施 CDU4 与 CDU6 重新启用。
停止打击能源基础设施之后，乌军将目标改为了俄本土的军工厂。4月16日，俄罗斯莫斯科先锋工厂发生火灾，这是俄罗斯生产 S-300 与 S-400 导弹的工厂。有消息说火灾被扑灭，没有损失报告。乌克兰对俄本土军工厂的袭击与袭击俄炼油厂一样，看起来问题不大，但日积月累的成功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全势号休整5年依旧存在问题，部署途中出现严重故障。美军的滨海战斗舰与黄蜂级为什么频繁出现事故？时隔5年，美国海军再次对外部署全势号，却在途中出现故障。4月15日，美国《星条旗报》报道，全势号2栖攻击舰在4月1日离开母港圣地亚哥，前往西太平洋，但是途中发生故障，被迫半道折返。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称，全势号的船舵出现问题，维修工作可能需要3周的时间。全势号的半路折返直接影响了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计划。按照原本的计划，全势号2栖攻击舰和萨默塞特号以及哈珀斯费里号组成的2栖戒备大队，在2024年1月就应该前往西太平洋地区，参与包括泰国金色眼镜蛇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但是由于延误，仅有萨默塞特号1月启航前往西太平洋，哈珀费里号3月才离开圣地亚哥，全势号更是到4月才出发。出发晚就算了，全势号还在中途出现故障。按照计划，全势号抵达冲绳之后，舰上搭载的美国陆战队第15远征部队将留在冲绳，成为冲绳特遣队的一部分。但是全势号遭遇故障后，搭载的海军陆战队也中途撤离。同时，全势号还搭载了美国新一代2栖战车 ACV， 该车是美国取消远征战车计划后的替代方案。ACV 原计划在2022年随着马金岛号2栖攻击舰进行部署，但是因为2辆战车在加州训练期间出现轮子被海浪打落的情况，相关部署被推迟，所以此次部署也是 ACV 首次在海外部署，结果因为全势号遭遇故障再次推迟。这已经不是全势号第一次发生事故了，该舰的上一次部署还要追溯到2019年，当时美伊局势加剧，全势号被派往海湾地区，此次部署之后，全势号不是在维修就是在维修的路上。2020年6月，全势号开始接受 BAE 系统公司为期18个月的维护和现代化改造工作，以获得搭载 F-35B 的能力。计划到2021年12月结束，结果跟其他等待维修的美国海军舰艇一样，全势号一直等到2022年6月才结束维护。更离谱的是，接下来才是全势号噩梦的开始。2022年8月，全势号在海试中发现动力系统的强制通风机出现故障，被迫返港进行维修。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全势号上面的锅炉和发动机的主减速装置也相继出现了问题。美国海军对这3起故障审查后发现，军舰维护和船员纪律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此外，由于海军削减维护成本，零件的质量问题也很大程度上导致全势号延迟部署。这种情况不禁让火力军想起了2020年因为大火报废的好人理查德号。事后调查报告显示，在着火的最初阶段，美军完全有机会将其扑灭。但是由于水手缺乏基本的消防训练，军官指挥失误以及混乱的杂物堆放，导致这艘价值10亿美元的2栖攻击舰被烧成废铁。更让美国海军头痛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2024年3月初，黄蜂号部署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后，不久又返回母港，伴随该舰一同返回的还有拖船，理由是传动轴发生工程故障。此外，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2023年的报道，美国海军面临着总额高达18亿美元的水面战舰维修积压任务，而由此导致舰艇出现故障的情况也在不断增加。主要涉及的军舰就是滨海战斗舰与黄蜂级2栖攻击舰。比如2011财年，黄蜂级报告了18起最高级别的损伤事故报告，而2021财年这一数字就上升至61起。自由级和独立级滨海战斗舰的事故报告也分别从2011年的18起、11起增加到44起、37起。为了加快 F-35 Block 4的升级速度，美军计划缩减一部分不必要的性能，就算是只有半套 T-23 也要更新。2023年1月6日，第一架安装 T-23 升级版的 F-35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了首飞，但是这种新下线的 T-23只是临时版，根本无法满足美军的试飞要求。于是自2023年7月开始，美军就拒绝接受洛马公司交付的 F-35，直到 F-35完成 T-23升级。近年来 F-35一直遭受 Block 4升级套件延迟以及成本一直飙升的困扰。目前洛马公司已经将 T-23的完成时间推迟到2024第3季度，可以预见的是这个时间还会继续往后拖。
根据 F-35 项目负责人施密特的说法，2023年的独立审查断定，第4批次的很多性能要到2030年代才能实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考虑重新构思或者彻底调整升级计划。4月16日，美国防务快讯网报道，就算是没有敲定 Block 4更新的发展方向，也要对 F-35 进行升级。未来1年内新交付的 F-35将获得 T-23缺乏完整作战能力的初期版本。重新构思后的 Block 4将着重提供必备内容，也就是为了加快升级，美军会缩减一部分不必要的性能。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军重新构想的 F-35 Block 4会具备什么性能？在之前的计划中， F-35完成 Block 4升级之后，内置弹舱可以容纳6枚 AIM-120， 并且能在弹舱内挂载 AIM-9X Block 2，目标信息由飞机传感器提供，雷达也做了一定的升级，使用性能更强的 APG-85， 弹货架有原箱控阵雷达，比现有的 APG-81强2倍。EOTS 也将升级为第2代，分辨率达到 4K， 放大倍率提升。此外，在 Block 4批次中，美国还打算兼容盟友的机载武器，比如欧洲流星空空导弹、英国长矛3导弹等等。此外， F-35 Block 4还提升了 F-35本就已经很强的电子战能力。不过调整升级计划之后，以上这些只会留下一部分。按照美国防务快讯的报道，重新构想的 Block 4会根据未来年度防御计划做出一定的升级，大概只剩加强雷达、电站以及通讯能力等。就 F-35升级 Block 4的过程来看，美军一直在妥协，最直接的就是发动机，因为 F-35新版本的软件和硬件给发动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经过长时间测试后发现 F-35发动机能力不足，不能满足设备的正常工作能力，为了获取更大的输出功率，只能牺牲寿命和可靠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最开始的计划就是为 F-35配备变循环发动机 XA-100，结果美国空军2023年就已经宣布，空军无法独自承担为 F-35机队更换变循环发动机的风险和资金。于是在2024财年的预算里，美国空军把研制的变循环发动机的预算给砍了，选择改进 F-35发动机。美国这次选择缩减 Block 4的性能，也是在时间上选择妥协。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美国会通过援乌法案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